不是哥们儿，补款日都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降价？预定价500系已经很离谱了。大家知道我是多少钱买的吗？600，整整6张啊！你隔壁的好战友高战蟹，盒子比你大，配件比你多，也才360啊！要不是为了凑一桌独眼巨人小队，我是真下不去手啊。话虽这么说，你们也别花冤枉钱。现在倒是有个薅羊毛的好机会。现在拼多多10周年叠加年货节大促，推出了魔丸清仓专场，9块9就可以拿下我手里的这个 Robo 魂魔蟹异形。另外像高战蟹、吉翁一众水产等人气机体都可以在这个专场秒杀到。交权都知道，买交必去拼多多，正品低价有保障。我特意找官方 PY 了3000个粉丝专属秒杀名额，活动链接我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置顶了。库存实时更新，只要下方的链接还在，就是还有库存。在我的专属链接里点进去，还能领取专享的大额优惠券，全场通用，想买什么魔丸都可以。兄弟们还不赶紧冲冲冲！好了，闲话少叙，多少也算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产品，既然定价那么高，那就来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吧。首先开箱来看到本体啊，我怎么感觉这个站直的样子憨憨的呀，和设定里的那个帅气的感觉有不小的差距啊，这不是纯纯的照片吗？换个姿势看看。这样感觉就好一点，毕竟从登场开始就和高战蟹争夺最帅水产宝座，颜值这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那不知道各位观众能给这次的还原度打几分呢？我个人来说其实是挺失望的。身材比例方面，上半身胸部明显小了一圈，同时下半身的腿部又长了一截，看上去有点不协调啊，像宝可梦里的沙瓦狼。光这一点就和隔壁高战蟹比不了了。而且作为卖到快600块的魂线产品，不仅没有给料子更好的消光塑料，整体除了喷口就完全没有涂装了，一印更是少得可怜啊，整体的塑料感非常重，就感觉挺不值当的。但奈何本人又对吉翁水产情有独钟，尤其是魔蟹家族，更何况这次是魔蟹家的老大哥，自然没有不买的道理啊。挑刺儿可能也是自己的期待值太高了。好的，那么我们说回机体啊，魔蟹家大哥这事儿又是从何说起呢？那这里就得先简单讲讲魔蟹，在1年战争中期登场时就已经是水陆两用 MS 的绝对霸主了，其陆地性能对比扎古这型也不遑多让。然而作为 MIP 公司的技术结晶，魔蟹的造价是非常高昂的，同时零件装备几乎无法和现有机体复用，而且驾驶方式不同，驾驶员还得单独培训，这一套下来成本就爆表了。终于在1年战争的后期，吉翁推行了统合整备计划，除了驾驶舱和驾驶方式制式化以外，借着换装驾驶舱的机会， MIP 公司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设计，以最大限度复用其他机体制式零件为目标，尽可能加入更新的技术，并进一步降低成本，最后的成果便是这台异形，异就是 Experiment， 也叫做实验型魔蟹。虽然性能极其强劲，但此时的吉翁已经回天乏术了，也就极地一战中作为独眼巨人小队的指挥官机，由哈迪驾驶重创了北极守军。然而动画中除了打爆一台吉姆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表现，还被友军炸弹炸了，最终一人阵亡，任务也还是失败了。当然买这台异形最重要的就是为了还原这可怜的一幕啊。不过我这里拍的是哈迪拖着队友的尸体，然后用后背挡住枪林弹雨，也是让我 PS 了好久啊。大家觉得拍的怎么样呢？好了，那么咱们这次还是和上次的高战蟹一样，分部位对这台魔蟹异形做一个全面的介绍。首先是这个脑门啊，打开后可以看到用的是最经典的转轴式单眼轨道，和高战蟹的球冠不一样，但这样的眼睛也就丧失了上下摆动的可能性。毕竟设定中魔蟹翼的眼部轨道还做了上下2度左右的摆动加强，所以这里要是增加个球冠就好了。另外眼睛和高战蟹一样啊，也集成了探照灯、热成像等水下用的功能，而天灵盖下还集成了水产特有的声纳阵列。当然这样的内构细节 R 魂是不会有的啦。而这一圈拱卫着声纳部分的就是魔蟹经典的头部导弹了，可以看到和魔蟹直接暴露弹头不同，异形这里是加了保护盖的，进一步减小了流体阻力。翻过头盖就能看到盖板都有对应的编号，戴哥给的导弹特效根部也是有对应编号的，对着对应的编号摁下去就能把盖板给推出来。其实这些孔位都是差不多大小的，所以其实想怎么装都没有问题，而且特效的装位还有点紧，所以按进去还挺费力的。那全部装上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了。机热图里写的其实这里是鱼雷，但R魂的说明书上写的是 missile， 也就是导弹，给的特效也是导弹特效，我不知道谁对啊，说不定这是一款水陆两用的弹头呢。接着来看到这些个灰色的百叶窗，其实这里都是异形的散热口。异形的散热系统为水陆两用的流体散热，通过吸入空气或水流与散热鳍片接触带走热量，同时上半身又集成了太多的装备，尤其是背后把背包也内建进去了，所以整体的积热很严重，才需要这么多的散热口啊。那顺带就要说到这次异形最大的变化了，可以看到不仅仅是把背后的推进背包一体化，整个推力布局也修改了，水中用的推进系统完全移到下半身，而这些带红色外框的都是陆地用的喷口，主要用于地面和冰面的滑行以及跳跃，并且背部一次给了4组推进口，菊花处也增加了2个，进一步增强后方的推力。那当然这里也是能差之前魔蟹的喷射特效啊，玩具本体倒是没有给。除了主推进器以外，你还能看到遍布全身的这种红色方孔，那这些全是姿态治愈喷口，几乎全身的主要部位都安装了。这也是魔蟹异形陆地机动性远高于扎古这一型的原因，虽然动力炉只比魔蟹大了一点点，但机动性提升是实打实的。
另外，这次异形的驾驶舱舱门被漆成了显眼的红色，这是因为它用的材质也强化了。机身用的是高战蟹同款的钛陶瓷复合材料，但舱门用的是钛钨合金。另外还能看到胸部的4个6边形刻线，在设定里这里是可以打开的收纳舱，应该是一些小组件的收纳或者是整备式使用的。胸腰的可动还算不错，弯腰能轻松达到30度左右，胸甲会内缩，但这个幅度和当年的魔蟹相比那就差远了，设计上是退步了的。挺胸的幅度也是感觉不超过10度的样子。左右的侧摆借助球冠也有30度不到的范围，不过360度的转腰没什么干涉，还是很丝滑的。腰部往下再来看看胯部，作为一台水产竟然给了裙甲，这还是真挺难得的。玩具的裙甲后方连接了一根球冠，能这样抬起一段，裙甲上的这一道道竖形条纹是异形的流体传感器，至于裆部前方的这个圆盘状凸起则是胯部的预燃室。那这里就要说到魔蟹异形的水中推进了，从下方视角就能看到前裆部下方的洞，这里是热核水流喷射引擎的喷口，这个地方是辅助喷口啊，主要的推进引擎则安装在2只腿上。玩具这里比高战蟹多给了4个这种喷射特效，应该是水中扎古的同款，这也算是整个玩具中最良心的部分了。 OK， 那这里可以看到装甲两侧的开槽，也就是引擎的入水口，水流通过这里进去，被核熔炉加热为高压蒸汽向后方排出，来制造水中的推力。那讲到这里呢，就来具体看一下异形的腿部。大腿的部分放在后面说，2个粗大的小腿内部是内嵌的流体脉冲传动器以及一根减震器，这也使得魔蟹异形要比高战蟹的陆地运动性好得多。大腿根部依然是给了下拉的关节，并且下拉后还有锁止机构，拉下来会被轻微锁住。虽然增加了下拉关节啊，但是裙甲还是有干涉，所以前踢只能到90度多一点点。好在下拉后的后踢不受干涉啊，能够轻松达到90度。侧踢当然也是90度没有问题的。不过这次的平转设置在了根部球冠，好在能够转前后60度，还算是很不错了。最后这次的屈膝是异常的紧啊，感觉要把腿给掰断了。大家用力的时候一定要固定好大腿的两侧。另外这个实际的屈膝角度也就120度不到，很一般，和魔蟹这个135度的弯曲完全没法比。同样我觉得没有设计好的还有这个脚掌啊，可以看到这里是做了一段拉出关节的，但也只是对左右的旋转更有力了一些，以及脚掌的前后摆幅，上抬大概能到30度多一点，而向后则是能到60度左右，还不错。但对于最关键的左右接地性好像没什么提升，向内的接地最大幅度也就30度多一点，完全比不了也有拉出关节的魔蟹。同时这个向外的接地也是最多30度，倒不是说不能用啊，只是设计的退步了，反而是给脚背甲加了段这种意义不明的球冠。整个脚掌做了一个2段式的可动，浅色能上下摆动30度，深色能进一步上摆30度，这个做的还不错啊，灵活度很高，也能还原水下推进时脚掌收起来的状态。整个脚部我觉得玩具做的都不够用心，看看高战蟹拿4片扰流板当脚掌的设定都能做到超大范围的接地，反而是拥有绝对陆地性能的魔蟹异形，可动甚至比不上老版的魔蟹，难崩啊。接着来看到手臂，首先肩胛上的这2个凸起是异形的副燃料槽，之前也有说过，这次的肩胛前后给了3个姿态治愈喷嘴，为了应对能量消耗增加了推进剂。肩膀根部这里做了一段非常漂亮的拉出关节，拉出的部分甚至还有内构，但这里看似能转90度开槽，实际完全转不动。肩膀真正的前身是从根部拉出，向前向后能到大概60度，也算是非常优秀的可动了。大臂的360度大风车毫无压力，90度的侧平台当然也没有问题。大臂根部依然给了360度平转，不过很紧。而小臂的上段也能转360度，同时和蟹钳接触的部位内部也是做了一段转轴，可以前后转60度以上。最后这个曲轴也是非常的紧啊，虽然肘部的2段关节加一起不到150度，但配合上大臂的柔软支，也算是基本能达到摸肩胛的幅度。魔蟹异形的蟹钳也是重要的改进点，首先就是钢爪多加了一根，使得魔蟹的手部拥有了更强的抓握能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魔蟹异形的爪子中央的光束炮也改成了高战蟹同款的 ECAP 功能，在威力不减的情况下实现了连发，且大幅减小了能量损耗，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魔蟹异形的中距离战斗力。戴哥这里也是给每根爪子做了一个双关节，爪子中段还多给了一个转轴，这样的设计也让爪子能更好的摆出黑虎掏心的 pose。魔蟹系列的爪子强度都挺离谱的，能够直接捅穿吉姆的装甲，甚至是高达的盾牌，动能远高于实弹射击。但这次玩具给的爪子有个很离谱的地方啊，就是如果你把爪子合拢的话，它是这样岔开的，在我们老家管这个叫鸡爪手，非常的难看啊。可以看到这是因为在每根爪子的末端做了一点偏置，能掰动但是会回弹，感觉是故意加上去的，不是很能够理解啊。最后手臂这里还有这段很关键的软支没有聊到啊，把它拿下来就能看到是个多层球冠的嵌套，只不过因为装很短，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可动性，向上上下掰都只有10度左右，甲片之间间隙很小，从另一个方向掰就更没有可动了。其实这里戴哥是把这种一节一节的设计给做出来了，实际上设定图里是像魔蟹一样啊，甲片排布非常紧密的，甚至连长度都和原本魔蟹一样，腿部的软支也是一个道理，因此实际上魔蟹和魔蟹异形是一样的高度，但异形的软支比魔蟹有更多节数，排布更致密，使得
水下的抗压性能高出魔蟹 30%， 同时内部的关节也可以和高战蟹零件互换，可以说是统合整备计划的重要成果。而腿部这里的软肢实际上还是给玩具增加了10度多的摆动范围。另外和高战蟹一样软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伸缩机构，水中行进时需要缩回去减小流体阻力。玩具这里的思路也是插拔节肢来还原，只不过比高战蟹麻烦得多。大腿卸掉2节外甲，还要把里面这个球冠装位也拔下来，套回到原来的甲上，这样才能把节肢后的腿再装回去。手臂这里更是要把原本拔下来的3节断臂进一步拆出最后1节装回到原本的手上，否则不够长是套不回原本的断臂处的。全部弄好后就是这样了，不过在动画中为了增加推力，和高战蟹一样，水中增加了喷射背包，和高战蟹的那个背包一模一样，甚至连这个很容易消失的天线也是给的一样的，不过垂直尾翼上多加了多眼巨人小队的标志遗印，安装也是一样的一键插拔，不过这次终于是有喷射特效可以装上去了。好的，那终于是把所有魔蟹异形相关的知识点都全理了一遍，查资料真的是很累人希望大家不要吝啬，给小的一个1键3连。至于说本款玩具的素质，那我只能说可能是之前的疾风水产质量太高了，老战友高战蟹更是封神，导致一番把玩下来，这个异形我哪都觉得不顺心。更何况这500的定价，但如果抛开其他滤镜单看它，其实素质是2魂中上游了。所以买的兄弟自会买，冷门机感觉价格也不会降太多，站柜里去陪高战蟹吧。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最后祝大家新的一年里还是要快乐玩交，咱们下期再见。